您看，就这水龙头，对吧？这儿是为了方便能这样放水能喝。然后刚才那兄弟在这儿直接他在这儿就在这个地儿就漱口、洗脸、吐、擤鼻涕，全弄到这上了。就有时候好的训练气氛和环境是好的人创造的。他说我来这儿33年了，我有素质什么的。但是他原话不是这样，中间有好多那个我不能在节目里念出来的话佐料。其实说了也没什么用。你想啊，50多岁人了，他要是能学好，早就学好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15号星期五，今天又带了电解质粉，带的是无糖的。今天咱们跑一个慢速的变速，4、8、1.2、8、4，再来一次，就2次。强度不大，中间间隔400米，这次不间隔时间。然后快速的时候差不多就跑进4分就可以，好吧。这种课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上个周期特别累，然后昨天的休息日我出来轻松跑，就觉得不是太有劲儿。但是呢，这种你再靠一天的轻松跑往起顶，效果也不是太好。今天就跑一个很轻松的这种免不跑到绝对速度，但是呢，有点像全马赛前的那种速度的刺激，但是又比那还要慢一点，差不多就找状态。跑到大阪城3公里多一点，已经湿透了。我们就差不多准备开始，摁几圈键开始。来到这条线，咱们走。然后第一个400结束，3分57，可以很顺利达到目标。目标就是将跑进4分钟，就稍微有点累就可以了。这大阪城的蚊子太厉害了，我就接水那会儿又被咬了，而且蚊子正好咬你那个正常姿势够不着的地方。想挠就得弯腰，就这种跑，你看这400米跑完，就觉得比早晨的时候状态好很多了。尤其是晨跑没状态的话，就表示你这段时间累了。像我就是上个周期整体强度有点大，这个周期是这样安排：今天跑完这个休息，然后明天是一个集体的配速跑，然后周日轻松跑，周一轻松跑，周二休息。这个周一不上强度，然后周三是合练的日子，好像是3、2、1，我再确认一下。然后3、4、5、6，4天用周6的集体配速跑结束。基本上这2个周期调整到正常，不跑长距离，不跑大强度，或者可能会跑一个长距离，不跑大强度，基本就这样。所以训练的逻辑，那天我动态分享了一个会员问题，训练逻辑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就是你掌握了这个逻辑之后，差不多自己安排就可以了。很多小伙伴有每天给你定好课表的跑团或者是俱乐部也有好处。已经跑完了第一个1200，到1200的时候感觉上来了，最后跑到了3分30多，而且感觉还不够快。但是后边的组稍微的，我尽力的压一压，因为明天还有一个配速跑。下一组是第一个大组里的最后一个800，之后是一个400，第一大组就结束。走。这种训练就是短、中短、长、中短、短，这种就是会有一种心理感。你跑完第2组的1200，还剩一个800一个400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已经完了，已经结束了。
心态不一样。一会儿就结合今天这种训练安排，跟大家分享自己训练自己的逻辑。不自觉加到3分30多，稍微的慢一点。但是很意外的，今天就现在跑到3分40多，给我的感觉是那种马拉松比赛的感觉。有的时候早晨训练，哪怕状态好的时候，跑到这速度觉得挺快的。今天不觉得非常快，但是身体压力还是有的，很闷热，开始钓鱼点了。正好3分45。最近开始这种湿热的天气哟，现在3伏了，对吧？8月18号结束，好像是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应该是3伏的末期。好，快要第一组的最后一个400了，走。刚才第一组的最后一个400米3分38，还可以哈。但是我就话说回来，说到这儿，为什么我说很多小伙伴们不用先着急开始跑间歇，或者说有人分享说有的教练说400米跑不进多少秒，90秒就不要跑间歇，这个非常对。因为其实我刚才那个3分38是累的，但是呢，我那累的程度和我顶到头那累的程度，比方说我跑3分0几，3分的400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你说差多少吗？其实没差多少。但是很多没有这种顶的这种能力的小伙伴，差不多也就是顶到我这个程度，就是3分38至于我的程度。现在看来，3分38至于我的程度，对刺激我的绝对速度用处不是那么大。但是我那2年在北京就总是这个逻辑，这样训练强度，所以我的强度才顶不上去。还有最后一个400米就结束了，刚才停了一会儿，为什么停一会儿呢？我们那边有一个直饮水，那水龙头就我接水那儿，一兄弟跟那儿擤鼻涕，哎呀，后来友好的交流了一下，反正我挺友好的。最后一个400啊，还有100多米。今天还约了观众6点45，现在我估计我跑完应该马上，看现在几点啊？6点40，掌握的刚刚好。他们今天也一起跑变速，看样子是。马上开始，快到，走。
到了，小伙伴们，可以最后一个300，3分11平均配速，可以。您看，就这水龙头，对吧？这儿是为了方便能这样放水能喝。然后刚才那兄弟在这儿直接，他在这儿就在这个地儿就漱口、洗脸、吐、擤鼻涕，全弄到这上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在家洗手液弄脏了，你还知道冲一下呢，是不是？就有时候好的训练气氛和环境是好的人创造的。行，就到这儿。来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又偶遇了一位。嗨，大家好。浙江来的先生，这位是从绵阳来的先生，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先生。今天又是不一样的一天。这儿要小心啊，这儿坡度比较大。8月15号星期五，今天训练结束。今天中间因为那个小插曲，所以后来在大阪城没跟大家聊天，因为我们碰到了观众们，就约了时间已经到了，跟那人前后叨叨了10多分钟。其实我觉得，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他跟那儿说，我就愿意怎么样。我问他，我说那个，因为他不是游客，我说那个，他说我来这儿33年了，然后那个我知道那个我有素质什么的，但是他原话不是这样，中间有好多那个我不能在节目里念出来的话佐料。然后我说那有素质，你说你这么说话，你觉得对吗？他说他有，反正就一大堆巴拉巴拉的，有某些特定的那个词汇。反正这事儿我觉得不应该这样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你不管这个环境好还是坏，坏环境是坏人弄出来的，好环境是好人弄出来的。这个水龙头在这儿不是1天2天了，那大家如果都是接着那水龙头洗脸、漱口、吐痰，我觉得，而且其实它不是第一次。有一次我们周6的早训练在大阪城路上跑，我就看见路上怎么好多那个，因为在这儿就大家来日本玩也应该看过，除了早上起来的那个凌晨的娱乐街区以外，地也很干净的，或者说就算有垃圾，很少会有一口一口那种浓痰，那一片全都是。然后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吐，就是反正，你说生一肚子气后悔吗？生气这事儿挺后悔的，我觉得不值得。但是呢，其实说了也没什么用。你想啊，50多岁人了，他要是能学好，早就学好。能不说他了，说训练，就是这种训练。我前2天回一位小伙伴就是这么说的，我说不管是什么水平的选手，其实就是侧重的点不一样。就像刚才我拿那400米举例子，在破3路上的选手，或者说在跑进3小时15以前的选手，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阈值的训练。做阈值训练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让身体适应一个负荷比较高的状态，并不是说你比赛的时候要按阈值跑，就全马比赛、半马比赛基本上就是比阈值慢一点点跑。对，全马比赛不是说让你按阈值跑，而是说你身体适应了这个压力以后，你在全马赛场上会更加的自如。对，那怎么安排训练呢？基本上你看，咱们就按马拉松3小时30或者3小时20来分界。比这个慢的小伙伴们，基本上你的目标如果是320或者315，那1个月跑到260公里够了，不管男性女性都够了。那260公里怎么去分呢？差不多就是几个原则，这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，咱们再说一遍。第一个原则是有40%到60%的训练，不要让自己太轻松，不管是练什么，但是最好是跑，要不你跑渐加速，要不然就跑阈值。尽量不要跑短距离的间歇，意义不太大。长距离的间歇可以跑，长距离是多长呢？1公里1组以上，可以跑。但是，我个人感觉间歇跑占强度训练的不要超过1/3，在这个阶段。然后剩下的那些就随便跑了。剩下那些随便跑有几个小的地方需要注意。第一个是，在随便跑的时候，尽量每一次的训练，如果您是以马拉松为目标的话，尽量每一次训练在8公里以上，尽量单次越长越好。但是还要把握一件事儿，就是最好不要连续休息2天，或者一定不要连续休息2天。如果没有生病和受伤的话，
那你就自己去安排嘛，一个月260公里，大概40%到60%的快跑，这块就是有点累，就很累的训练。这很累的训练呢，有一多半是阈值或者渐加速，就是不是间歇，剩下的呢可以跑间歇，也可以不跑。然后再剩下那些就每天随便，但是最好跑到8公里以上就行了，然后不要连续歇2天。如果说你说我这么跑下来，上下差个20-30公里，这一个月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然后如果你进了一步，比方说你已经跑进3小时了，想再往上冲击好成绩，比方说想破250或者想破245，那就是把训练再极化。这个极化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一个月就不是260了。我个人认为，在300以内走进250的时候，一个月要有360以上，最好是400以上。240的话，至少是400以上，就普通人。那这个训练怎么安排呢？差不多有30是强度，70是轻松。这30的强度怎么安排呢？差不多有一多半是要那种很顶的，比方说400米间歇、800米间歇或者1000米间歇这种，就是瞬时强度会比较大的。然后剩下那70里呢，要有长距离，一个月像备赛期，就不是比赛临近比赛或者说恢复期的话，一个月至少得有3次，这个长距离就在30公里以上了。而刚才第一部分的小伙伴们，长距离一个月2次或者1次都够。但是这种长距离，不管是我刚才说的慢一点的小伙伴还是快一点的小伙伴，长距离最好都有变化。这个变化是什么呢？要么你最后几公里冲一冲，要不然你跑一个渐加速，或者呢最后呢冲几组300米的冲刺，在30公里快到的时候。至于距离，我觉得都在30公里就很可以，夏天25公里，冬天30公里就很可以了。然后你说有特殊的情况，比如马拉松4小时以外的，那就不要做长距离的变化，跑下来就行了，最短25公里。如果像我这样的话呢，就要有变化，而且还要再长一点。你的目标如果是240，我现在跑过来的经验，我觉得跑35公里的长距离会比较合适。差不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训练逻辑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说我今天跑什么，明天跑什么，那就自己去看，自己去安排，就特别好。行吧，关于训练就说这么多。最后我再多说一句我自己的观点，就是不管是在故乡还是在他乡，你生活的环境好坏都是由这一片环境的人来营造的。我有一句话其实我不是很赞同，就是总说做好自己不要管别人，这种我觉得不对。不是说要管别人，而是说如果好人不说话，那坏人就会越来越肆无忌惮。因为坏人是不会去让好人变坏的，而都是好人想让坏人变好。但是这种声音现在太渺小。对，我其实说心里话，我有点在牛跑马拉松，所以呢我不是那种特健壮。然后呢还是那句话，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，告诉你这个某些事儿不犯法，你也下不去手。真心的，人不一样，人跟人不一样。对，所以这世界就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还是共同维护一个好的生存环境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